被查出是豪门假千金那天，真千金冲进家门，对准我的腹部连捅数刀，害我失去了当母亲的资格。未婚夫为此暴怒，父母也急切地表示不会认他。为了安抚我，未婚夫用最快的速度向我求婚，父母则当初写下断亲书，让我好好养伤。后来他们说假千金逃到国外，被卖到了缅北，咎由自取。我信了。直到婚后6年，我看到了本该在缅北遭受折磨的假千金，她正挺着肚子靠在我丈夫怀里感叹：6年前要不是我一时生气犯了错，也轮不到陆自义嫁给你。还好你和爸妈偏向我，要不然我就要被那个冒牌货送去坐牢了。死冒牌货，一定想不到我一直在他眼皮底下活着，还怀了你的孩子。等我到时候把孩子生下，你寻个理由收养，让那个冒牌货一辈子给我当保姆。这些年辛苦你了，知许。他深情的眼神换来宋知许红了脸颊。不许这么说，娶了她才能让你清清白白的继续活着。只要你好，我做什么都值得。原来我以为真爱的丈夫一直都在骗我，我的爸妈也只是为了给亲生女儿开脱。既然如此，他们我不要了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看着产科医院那个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人影，我吓得站在原地，浑身血液倒流。刀子插入腹部的疼痛还充斥在脑海，而那个哭着说心疼我的男人，却怜惜地揽着罪魁祸首，摸摸他的肚皮，隔得很远，我都能感觉到他身上父爱的泛滥。所以我当作救赎一样的婚姻是场骗局。跟我说永远站在我身边的爸妈，瞒着我销毁证据后，逼迫宋知许娶我，目的是为了给他们的亲生女儿多一层保障，这样他就不会因为故意伤人而去坐牢。太可笑了！我强忍着悲痛躲开宋知许的目光，手上的屏幕亮起，是爸妈打来的。急促的铃声暗示着对面的人有多着急。我稳了稳心神，接通电话：小易，你去哪了？我听管家说你大中午的就出门了，是不是去医院了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？我跟你妈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身体不好，出门一定要带人，万一路上有个3长2短，我们可怎么办？修剪整齐的指甲陷入肉里，唤醒了我的思绪。这个时间点，这个询问，到底是怕我有个3长2短，还是怕真相被我发现？小易，你听到爸爸说话没有？你在哪里啊？我跟你妈到医院了，现在就过来找你。亲切的询问如一把刀，狠狠地剜在我的心脏。我想了想，温声回应：我在妇产科的厕所里面，你和妈就是太着急了，来做个检查而已，能出什么问题？更何况我都多大的人了，总不能一直麻烦你们。我故作轻松的抱怨，让爸妈长松一口气。几分钟后，妈妈冲进厕所，拉着我上看下看。没发生什么事吧？做检查了吗？低垂的睫毛下压着她不安的情绪。再联想刚刚急匆匆离开的两人，不难想象，爸妈时时刻刻跟着我，并不是怕我有什么闪失，而是怕我同路子心撞上，坏了他们的计划。妈，没什么问题，我刚到医院就感觉胃不舒服，耽搁了一会，还没得及去做检查。那就好。妈妈下意识应了一句，察觉不对后，板着脸回头看我，还没检查就好，我和你爸都在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面对冰冷的仪器？走吧，我们一起过去。厕所门口站着一位和蔼的中年男人，是我的爸爸。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从小我便在爸爸手心里长大，我一直以为他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。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
在血缘面前，一切都是白搭。既然如此，我也该回送一份大礼。怎么一个人就过来了？没什么事吧？爸爸自然地走到我左侧，与我攀谈。妈妈娇嗔地看他一眼，把头埋在我的肩膀。没什么大事，是女儿长大了，知道心疼我们，再怎么样也不能一个人来医院，听到没有？爸爸佯装恼怒地掐了掐我的脸。趁此机会，我将打开录音的手机放到爸爸兜里。知道错了，做检查去了。爸，你帮我收一下手机。这是很平常不过的动作，两人都没有多想。到了妇产科，我一个人进了手术室，爸妈殷切地站在门口朝我挥手，眼里化不开的心疼。换作从前，我一定会感慨自己遇到了全世界最好的家人，可现在我只觉得浑身瘆人，那感觉就好像有无数毒蛇在我身上爬，等着给我致命一击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做完全系列检查后，妈妈第一时间拿着报告咨询专家，而爸爸则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，上面记录了我的爱好以及忌口。怎么看，这都是一对爱孩子的父母。如果我没有发现真相的话，爸妈，我想去趟厕所。我撒娇一般从爸爸那里拿来手机，颤抖地走进卫生间。点开录音时，我已经在心里建设了无数遍，可第一句话依旧疼得我心底发酸。陆先生、陆太太、陆小姐这些年恢复得还不错，当年留下的伤口全都愈合，只要多加休养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怀上孩子了。你看，是否要停了他现在吃的药？我怕再这样吃下去，他就真的不能生育了。这对他是不是太过于残忍了？这是我的主治医生，听起来他有些歉疚。剥夺一名女子成为母亲的资格，这本身就是残忍的。但下一秒，爸爸直接打断了他：“我请你来，不是让你管这些的。药不能停，一个孩子而已，大不了领养一个，还免得受罪。”妈妈也跟着附和：“子毅本来就身体不好。不生孩子才是最好的，用不着你一个外人指指点点，你就是一个医生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，明白了吗？”两人的语气十分不善，医生连忙应和：“我没有想管的意思，只是提醒一下陆先生，照这么吃下去，我怕陆小姐不仅不能做母亲，用药过度是会伤身体的，听起来很严重的问题。”父亲不在意回应：“我知道了，这不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，你只要确保他恢复好了就行，至于剩下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”是。录音结束，我感觉浑身发寒。这么些年，我一直因为不能给宋之许生一个孩子，倍感愧疚。父母每次都安慰我，他们说这不是我的错，凡事不能强求。原来错在他们。我不能生育是假的，他们根本不想让我生下宋之许的孩子，因为我不配，只有他们的亲生女儿才配。难怪这么多年过去，我还要一直吃药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医生是假的，为我好是假的。眼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，我颤抖着身躯，失去了全身的力气。子毅，门外响起敲门声。是久久不见我回去的母亲，她特别焦急，一件接一件敲响厕所门，生怕我有什么闪失。我在这擦干眼泪后，我红着眼睛走到母亲面前，她讶异我的模样，摸了摸我的脸蛋：“这是怎么了？谁惹我们宝贝不开心了？怎么哭了？跟妈说说，行不行？”面前的脸与过去没什么两样。我却觉得胃里一阵作呕。没事的妈，大概是吃坏肚子了，胃里有些不舒服。我靠在母亲的肩膀，遮挡眼里的恨意。她无奈揉揉我的脑袋，带着我回到了宋宅。宋之许早就得知消息，等在家门口。这个2小时前还摸着别人肚子的男人，柔情地抱住我，揉了揉我的小腹。听妈说，
你胃不舒服，我就赶回来给你熬了点粥，快好了，你吃一点再休息。我这才注意到他系在腰上的围裙，如果不是今天在医院看到了一切，我很难想象生活中照顾我事无巨细的宋之许，心里一直都爱着别的女人。明明结婚时，他还为了我离娘家近一点，搬到了陆家老宅附近。明明午夜做梦时，他喊着我的名字，可他依旧不爱我。他爱的是陆子欣，为了他，他甘愿娶我，与我虚以委蛇这么多年。我很佩服他的演技。爸妈，一起进来吃饭吧。将我揽到沙发上坐下后，宋之许回到了厨房忙碌。爸妈纷纷感慨命好，遇到了这么一个女婿。我却盯着墙上的一幅画，当初我一直不明白，看起来那么丑的一幅画，宋之许为什么一定要挂在最显眼的位置？现在爸妈一进来就走向那幅画睹物思人，以及画上的字母 X， 我才理解，因为画画的人很重要，所以画也要摆在最显眼的位置。吃饭了，所有菜端上桌时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这么多年，宋之许做的菜都不是我爱吃的。6年了，我一直将这个疑问放在心底，安慰自己说，这都是宋之许爱吃的，他照顾我那么辛苦，吃上酱就他是我应该的。可现在，我只觉得，这真的是他喜欢吃的吗？还是说，陆子欣喜欢？子毅，你怎么了？看我脸色极差。宋之许担忧地给我碗里加了些菜。妈妈顿了顿，语气僵硬地开口，看你们2个这么幸福，我和你爸就放心了。就是不知道，省略的话语指的是陆子欣。这么多年，他总会在开心的时候不经意提一嘴。我感恩他们为了我放弃亲生女儿，每次都愧疚得不敢说话。也不知道那孩子怎么样了，到底是我跟你妈亲生的，但愿她在缅北过得不要太差，活着就好。子毅，你也不用怪你妈，说到底，那是你妈肚子里掉下来的一块肉，她已经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了代价，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你也放下吧。爸爸叹息一声，附和着妈妈的话，对他们来说，陆子欣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我不应该过于斤斤计较，所以差点丢了一条命的我就是活该。我垂下眼睑，用行动表达着自己的不满。察觉到我的想法，宋之许第一次对我冷脸。子毅，妈年纪大了，你对她甩什么脸色？事情都过去6年了，当初也确实是你占了子欣的身份，享受了20多年不属于你的人生。你不应该怪妈，毕竟血浓于水，再怎么样，一个母亲都无法割舍对孩子的爱，更何况本就是爸妈欠她的。这样吧，当初不是专门给子欣准备了一套郊区的别墅，这周末我带爸妈过去，也算是另一种对她的纪念。你要不愿意的话，可以不去，好不好？明明是商量的语气，却有一种无法拒绝的意味。我抬头审视面前的3人，宋之许冷着脸，爸妈没有说话，但身上的低气压完全暴露无遗，那模样就好像我不答应的话就是10恶不赦。可以，你们去吧，他怎么说都是爸妈的亲生女儿，当初的事情也有我的问题，去一趟是应该的。我平静乖巧地应下。宋之许顿时喜笑颜开，我就知道我老婆是最温柔最善良的，你放心，我到时候一定会把你要吃的东西先做好再出去。妈妈一只手抹泪，一只手抱住我。子毅这孩子从小就善良，我带子欣这孩子，谢谢你，是我们做父母的对不起他。滚烫的泪珠自颈窝掉落，我颤抖着身躯，将头埋到妈妈怀里，浑身发麻。他们对不起他，所以6年里对我不停洗脑。时至今日，连我自己都差点理解陆子欣偏激的行为。在我的潜意识里，
居然认为是我欠了他，所以他才会拿刀捅我。可明明换孩子并非我所愿，那不是我造下的孽。我亲生父母也并没有恶意更换孩子，我确实享受了20多年不属于我的人生。只要陆子欣愿意，我可以立马离开陆家。我从没有想过跟谁争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被他们算计至此？心口一阵揪痛，我发出干呕，冲进厕所。宋之许吓得紧紧跟在我身后，替我捶打背部。怎么了？今天不是才去检查吗？医生怎么说？是不是肠胃有什么问题？有病治病，千万别拖。温柔又眷恋的语气，我忍不住在内心想，他到底是担忧我身体不舒服，还是怕我怀孕呢？宋之许，我怀孕了。我强忍着内心的不舒服，勾着宋之许撒娇，你很快就要做爸爸了。医生说我这种情况有孕是我的福气，你开不开心？我们终于要有自己的孩子了。宋之许的笑容僵硬在脸上，他试图从我表情里寻找一丝开玩笑的痕迹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依依，你别开玩笑，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。医生当初不是说了，你的身体不适宜怀孕。颤抖的语气，眼神里藏不住的慌张。这就是我的丈夫，我没开玩笑。你不开心吗？我怀揣着内心最后一点期望，等待答案。宋之许收敛神情，认真地看向我。老婆，医生都说了，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宜要孩子，拿掉吧。如果你出什么事的话，我该怎么办？这声老婆恶心的我有些作呕。如果我不愿意呢？眼前的男人眼睛都不眨，就决定拿掉我的孩子。我突然想，是不是失去生育能力才是我的幸运？至少我的孩子没有出生在这么失败的家庭。老婆，骗你的！在宋之许开口前，我笑着埋进他的胸口。医生都说了我不能生育，谢谢你老公，这么多年一直陪着我，也谢谢你在我身上做下的一切。周末很快来临，宋之许起得很早，他在我脸上落下一吻，又用最快的速度做出3菜1汤后，轻声对我交代：依依，我带爸妈出门了，你在家注意安全，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。我嗯了一声，流着泪打开手机，陆子欣就在楼下。早在宋之许还没有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收到了一张照片。陆子欣坐在车上，炫耀地告诉我：陆子毅，就算你嫁给他，成为了他的妻子又怎么样？给他生孩子的是我，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他们真的是去别墅怀念我吧？别天真了，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那里。至于今天，不过是我去产检的日子，我不过是随口一说，想要全家陪我产检，爸妈和之许就答应了。就像6年前的事情，我不过是假惺惺掉几滴眼泪，爸妈就牺牲你保全我的清白。你的人生还真是可笑。随着发来的还有一堆照片。6年来，宋之许总会抽出时间陪陆子欣旅游，有时候也会带上爸妈，他们一家人四处游山玩水。偏偏我这个大傻子，还为了随手带回来的小物品沾沾自喜。无尽的绝望麻痹着我的内心。关闭聊天界面后，我给自己买了一张明天的机票。以陆子欣的脾气，他不会让他们今晚回来，而我刚好可以用剩下的时间离开这个地方。正午，我草草吃了几口饭，便开始整理证据。我该感谢陆子欣，如果不是他沉不住气，我就不会拥有这么多把柄。这相当于瞌睡有人送枕头。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不仅可以让宋之许净身出户，还能在走之前彻底揭穿他们的真面目。全部忙完时，已经是晚上10点。如我所料，宋之许并没有打算回来，他给我打了一个视频，朦胧的镜头里看不清背景，
我却清晰地感觉到陆子欣就在他身边，但我并没有拆穿，只是笑着保证一定会照顾好自己。第二天，我起得很早，家里来了很多人，这是我喊来的装修队。那些带不走的东西，我让人全部拆了。至于那些小物件，我在陆子欣朋友圈里看到了一样的，只不过我的明显是赠品，别人都不要的东西，我当然也不要。2个小时后，装修队带着满满的战利品离开，我则直接拿出这些年的合照，掏出打火机烧了个干净。屋内的防火装置发出刺耳的声音。我拎着行李箱朝外走，这是我送给宋之许的最后一份礼物。等他赶回时，我早已不在这个城市。另一边的别墅，宋之许正沉浸在初为人父的欣喜中。陆子欣兴奋地抓着他的手，放在肚子抚摸。之许，你感受到没有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他马上就要出生了。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里啊？都躲了这么多年。我好想回去和你们生活在一起，我也想给爸妈尽孝。晶莹的泪珠在眼眶打转，妈妈立马回头抱住他，满脸心疼。再等等，以子毅的性子，只要我们再劝一段时间，他一定能放下仇恨。到时候就说你从缅北逃了回去，6年里吃尽了苦头，他一定不会跟你计较。你妈说的有道理。听到拒绝，陆子欣下意识抱住双手，冷哼一声：“爸妈，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现在我还怀了你们的亲孙子。当年的证据早就没有了，我为什么不能回去？那本来就是陆子毅欠我的，那点小伤而已，比起他这么多年花了我家的，根本不算什么。之许，你说对不对？”他期待地冲着陆之许撒娇。还没有等到回答，突兀的铃声便吓了宋之许一跳，这让所有人下意识想到我，忘记了言语。还好是一个陌生电话。宋之许吐出一口浊气，接通电话放到耳边，随后他的脸色一寸寸变白，手机也随即掉落。爸妈被他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，连带着陆子欣也奇怪地看他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家里着火了！宋之许吼了一嗓子后，快速拿起自己的外套就往外跑。子毅呢？子毅不会在里面吧？爸妈吓得脸色发白，紧紧跟在宋之许身后。等他们赶到家里时，空旷的屋子连一丝烟味都看不见。宋之许吓坏了，他一扇接一扇打开房门，嘴里还叫嚷着我的名字。依依，你去哪了？没事了，并不是火灾，你快出来，我回来了，你别怕，房子很大。宋之许却用几分钟翻完了这栋屋子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连带着很多一起挑的装修都被拆了个干净，就好像家里被贼洗劫一空。之许，找到子毅没有？这家是怎么了？那些家具呢？不会有贼吧？子毅会不会有危险？爸爸一连串的提问并没有得到回应。妈妈后怕地跑到宋之许身边，看到了仅稍剩一个角落的照片。我平时天天拿着相册炫耀，这导致妈妈仅凭一眼就看出了照片的出处。这是子毅烧的。他黑着脸摇摇欲坠。爸爸也凑上前，一张脸黑成了炭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家里的东西都是子毅弄的，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他无法抹去面上的心虚。与此同时，隔壁邻居抬着手机走进了家门，他对着宋之许上下打量，嘴上发出嗤笑：“你就是那个为了挚爱付出一切的人，真看不出来。平时穿的人模人样，居然为了喜欢的人骗了人家小姑娘一辈子，真是恶心。”也不知道他上辈子是做了多大的孽，猛然接受父母不是亲生的，还被连捅数刀，差点失去做母亲的资格，最后还要被你们算计，搭上自己的婚姻。我呸！有什么不好不能直接说吗？
你们这几个阴沟里的老鼠，只会算计。他的话惊得宋之许直接忘记了我的消失，大脑一片空白。这些话你从哪听说的？妈妈最先反应过来，揪住来人的衣领，疯狂发问。爸爸没有说话，但从他的表情不难看出，他也在疑惑。他们自问把所有事情都瞒得很好，特别是爸妈，可以说对我24小时监控，只要我一消失，就立马来电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深思熟虑下，爸爸看向宋之许，目光深沉。你后悔了，告诉了子怡真相，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可能。爸妈，子欣才刚刚怀孕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宋之许从震惊中挣脱开来，他看向邻居，余光瞥见了一旁的手机，那是最新的娱乐八卦，上面正在推送的是他和陆子欣的照片。宋总不好了！还没有等他想明白，秘书便带着平板推门而入。夫人知道了你这些年和陆小姐的所有事情，还把这些东西发到了网上。现在所有人都说你是个杀人共犯。宋家的股票一跌再跌，陆家的亦是如此。什么？宋之许抢过平板，只一眼便看到了无尽的谩骂。有一说一，不管什么原因，都不能骗一个人这么多年吧。贾千金并不知道自己被报错了，得知的第一时间也愿意搬离那个家，而不是鸠占鹊巢，连捅数刀，差点死了。结果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被骗着结婚，只因为丈夫具有出谅解书的权利，好不容易养好的身体，也因为挡了真千金的路，就被灌下避孕药。即使医生说了危害身体健康，也不愿意停。上辈子得造了多大的孽，遇到这样一家人？就我在好奇，贾千金的亲生父母知不知道吗？都是爹生父母养的，他爸妈知道了得多心疼啊！楼上加一。不过就我一个人觉得，贾千金当初被捅是应该的嘛，就当还了陆家那么多年的养育之恩。至于后面的事情，他都不去找亲生的父母吗？还是说舍不得陆家的荣华富贵？极少数的人替他们说话，但很快也淹没在网友的攻势中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妈妈吓得眼前阵阵发黑，爸爸青筋冒起，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：我们养活了他，就让他付出那么一点都不行吗？这么些年，要是没有陆家，他哪来的安逸生活？靠他的穷鬼父母吗？他怎么敢这么做？知许，给我查这个逆女去了哪里，闹出那么大的烂摊子。我看这次还有什么能抱住他？陆家的不要脸，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刚刚说的话都被我录了下来，只要陆子一出事，警察一定第一个找你。邻居理了理袖子，亮出自己的手机。陆总不会拦着我不让我离开吧？还好我早有准备，我现在开的可是直播，陆总不会不懂吧？弹幕清一色的夸赞做得好。爸爸握紧拳头，沉默着看人离开。门关上后，他一拳打在宋之许脸上。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陆子毅去了哪里？还有这些照片是哪来的？我不是说过了，没有100%确定时不要暴露子欣。你就是这么爱他的吗？爆出来的照片大都是宋之许与陆子欣的合照，他们并没有把事情往陆子欣身上考虑。这要问你们的好女儿。宋之许咬牙切齿。刚进门的陆子欣一脸懵：爸妈，之许，你们刚刚慌慌张张的跑什么呢？什么问我发生了什么？他看起来像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宋之许生气地将平板砸到他身上。看你干的好事，陆子欣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，这些照片可以拍，但是不能往外发，你怎么就不听？现在事情爆开了，你满意了吗？顶着宋之许吃人的目光，陆子欣咽下嘴里的不知道，扯着他的袖子撒娇：之许，我知道错了，
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我的幸福，在朋友圈发了几张照片。我怎么知道陆子毅那么鸡贼，居然能找到我的小号？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到时候让陆子毅出面解释一下就好了，反正他那么听你的话。陆子欣隐瞒了他主动加好友发信息的事实，他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。凭借陆家和宋家的财力，捏死我如同捏死一只蚂蚱。蠢货！爸爸生气地给了他一巴掌。对这个女儿，他并没有多少感情。当初之所以会帮着他，一是因为陆子欣是亲生的，保住他才能保证以后集团不会落入外人手里；二是因为他们做父母的确实亏欠了陆子欣，如果能早点知道真相，他就不会吃那么多苦。特别是看到他哭诉时，他不得不放弃我。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陆子欣实习时在宋之许手下，他早就勾走了这位宋家掌权人的心。比起养女的丈夫，爸妈更相信亲女婿，优胜劣汰。综合下来，我自然就成为了被抛弃的那个。爸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那就是一个冒牌货。你因为他藏了我6年，我认了。现在我都怀孕了，肚子里是你的亲外孙，我想光明正大的回来有什么错？陆子欣不满地瞪着几人，她是陆家的大小姐，宋家未来的女主人，这么一点小事，她不懂有什么好怕的？实在不行，你们多花点钱。陆子毅闹了那么久，不就是怕我回来以后，陆家和宋家都不愿意养他了？一个冒牌货，浑身穷酸样。你！爸爸不可置信地指着陆子欣的鼻子，指尖颤抖。他一直以为没养在身边的陆子欣只是粗鄙了些，性子磨磨就好了，哪想到他不仅蠢，还十分恶毒。这下就连宋之许都有些说不出话。脱罪的方法是他想出来的。实习时候他就觉得陆子欣特别善良可爱，这样一位女孩子动刀，一定是被逼急了。他喜欢她，心甘情愿替她擦屁股。谁知道6年后，他不仅惹下祸端，还大言不惭。如果换做我，一定不会这样。宋之许忍不住想起我的好，表情更加不耐。陆子欣，这个家没有谁是欠你的。6年前，我和爸妈就替你擦了一次屁股。6年后，你不要想独善其身。等我找到子毅，你就去求他。如果他不愿意原谅你，我不会管这件破事。话落，宋之许捏着眉心离开。他只觉得身心俱疲，对陆子欣的孩子也不再抱有期待。蠢货生的孩子，养大也只会是蠢货。站住！陆子欣不解地起身，满脸怒火。宋之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丢下我不管？你别忘了，这件事你才是主谋，是你出的主意。他一副大不了鱼死网破的模样。宋之许停下脚步，仿佛第一次看清了这个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在他开口前，陆子欣低下脑袋，愧疚地开口：之许，从小到大我爸妈都对我不好，实习以后所有人都欺负我穷，只有你对我好。如果连你也不要我的话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刚刚就是太急了，才会一时间口不择言。你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他越是示弱，宋之许越发觉得瘆人，就连一旁的爸妈都惊出了一身汗。如此精湛的演技，过去真的是和他形容的一样吗？屋子陷入沉默，宋之许用背影作答。妈妈压下心神，象征性地安慰了几句。几天后，网上的事情愈演愈烈，给我拿药的医生被开除了。宋家和陆家遭遇全网抵制，他们跑到陆家大楼，指责爸爸狠毒，谋害养女。宋家的门面也被砸了好几个，更有甚者，往宋之许的车上泼粪水。渣男就应该和粪待在一起，
毕竟他跟粪一样臭，交出贱女人，这是犯罪。不管任何原因，都不应该包庇罪犯。有钱人家的孩子犯法，就不用坐牢了吗？交出凶手，交出凶手！大街上随处可见游行示威，陆子欣的照片散布了每个角落，哪怕路边的拾荒者也知道他是个杀人犯。这导致他根本不敢出门，每天躲在家里摔东西。爸妈一天到晚四处奔波，回家还要看他的脸色。日子久了，怨言自然多了起来。爸爸更是唉声叹气地表示，果然不是自己养大的，就是养不熟。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帮你，只有受了教训才能吃亏。你连子毅的半点性子都比不上。陆子欣这辈子最痛恨与我做比较，于是他疯了一般举起手边的花瓶就朝爸爸跑去。佣人下意识护住雇主，那么一推，陆子欣的孩子没了。从医院醒来的时候，他摸着肚子寻找宋之许，得到的答案是，除了一开始送他过来的佣人，爸妈以及宋之许都没有过来。他成为了弃子。而他心心念念的宋之远，此刻正站在我家门外。离开那里后，我来见了我的亲生父母，本意是告别，因为宋之远曾告诉我，我的亲生父母不喜欢我，他们认为一个从小就没有接触过的亲生女儿，怎么可能与从小养在膝下的女儿比较？陆子欣消失后，他们更是因此恨上了我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告诉自己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我不用羡慕陆子欣，我的爸妈也很爱我，但终归是黄粱一场梦。梦醒了，我回到最初的起点，没想到只是打了一个照面，我的生身母亲便哭着跑过来抱紧我。她怨我多年来不愿意回家，又怕我回来是因为在外过得不好。我那时才知道，他们爱我超过自己的生命。宋之许骗了我，他从不肯让我接触真相，硬生生耽搁了我那么多年。你怎么有脸找来？我拦住拿着扫帚的母亲，目光复杂。宋之许找来后，即使我不愿意见他，也执着地等在门外。邻里邻居开始猜测是不是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，对家里指指点点。母亲气急，拿来扫帚赶人。我冷静地拦住他，不明白宋之许的来意。意是我错了。见到我的第一眼，宋之许便坦白了这些年所做下的错事。他觉得自己救了一个魔鬼，后悔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掀起衣服，露出肚子上的伤疤。宋之许，你一句对不起能抹掉这些丑陋的疤痕吗？你一句对不起能挽回这么些年我受到的伤害吗？你知道我有多喜欢孩子，依旧自私地剥夺我当母亲的权利，只为了你的爱人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回到这的第一天，母亲便带着我去医院做了检查。好在宋之许还有些良知，药物没有影响我的健康，我以后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。但这并不代表我愿意放过陆子欣。我手里已经有了完整的证据，陆子欣当年犯下的恶果，现在必偿。宋之许明白了我的想法，主动表明当年的谅解书并没有效应，因为他跟我没有领结婚证，做谅解书时没有领，现在也没有领，这都要感谢陆子欣三番两次的破坏。开庭那天，宋之许作为我的证人出席，陆子欣生气地破口大骂我曾经的爸妈，羞愧低下脑袋，最终认罪。时隔6年，陆子欣迎来了自己的报应。他不解，哭喊着求爸妈救他，这都是你们欠我的，是你们抱错了孩子，我才会在穷山僻野长大，你们凭什么不救我？爸妈，我知道错了，可你们说过我才是家里唯一的小公主。陆子毅被我捅几刀是应该的。他话音刚落下，我的亲生父母起身，讲述了这么些年对他的好。
爱不分高低贵贱，家里条件没有陆家好，但他们也竭尽全力给了陆子欣最好的一切。谁知道养出这么个白眼狼，这下外界对我的诋毁全都消散。事情结束后，我准备陪父母回老家，他们想要给我更改名字，让我彻底与过去告别。我很喜欢这个姓氏万，就像我的母亲一样，她平凡又不平凡地爱着自己的孩子，哪怕陆家父母不同意，甚至以高价威胁，我的母亲都坚定地站在我前面，语气强硬。这是我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，当年你们以他过不了穷苦生活为由，不让我们见他，我忍了，因为我爱我的孩子，我想给他最好的一切，就算代价是永远见不到他，我都不畏惧。是你们没有珍惜我的孩子，现在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从我身边带走他。母亲的态度迫使陆家父母不得不交出我的户口。改回温姓后，我第一时间买了回家的票。宋之许知道后跑来堵我，他执拗地问我：6年的感情，你真的能说抛下就抛下？我想了想，低声回应：我不会忘记，这场欺骗最大的主谋者是你啊，宋之许，所以我怎么可能原谅你？我的不回应就是最好的答案。宋之许羞愧放手，我快速跑向前，抱住母亲的手臂撒娇：你看，人生有得有失，我知道现在得之不易，才会更加珍惜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